有些来到我们诊所咨询牙齿矫正的患者会跟我们说，牙医师跟他们说，因为牙齿空间不够，因此他们需要拔牙才能够矫正。而且听说拔牙会让脸型变瘦变好看，甚至有瘦脸的效果。这些说法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牙齿矫正到底要不要拔牙？拔牙又会让你变丑还是变美呢？先不论会不会变美，你知道如果不该拔牙却拔了牙齿做矫正，可能会有悲惨的结果吗？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这个大家在矫正前最在乎的话题：牙齿矫正该不该拔牙？大家好，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我是马永昌医师。今天的节目我们会提到：一、拔牙矫正真的会改变脸型吗？二、口腔缩小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三、拔牙矫正适合你吗？最后，我还会教你一个自拍的检测方法，让你自己判断适不适合拔牙矫正。许多人在考虑牙齿矫正时，第一个问题就是：医生，牙齿矫正会影响我的脸型吗？我的答案是会的。牙齿矫正不只是改变牙齿的位置，它也会影响脸型轮廓、咬合、颞颌关节，甚至是你的呼吸道。那么问题来了，矫正到底是让你在变美还是变丑呢？根据牙医学研究，牙齿的排列不只会影响你的微笑曲线，还会影响脸部轮廓。特别是软组织，包括嘴唇、下颚线、脸颊以及硬组织，像是颚骨和牙周组织。如果你原本是龅牙，透过矫正调整门牙的角度和位置，嘴唇线条会变顺，鼻唇角会变得更自然，整张脸会看起来更协调、更立体。但其实这样的做法是一种伪装策略，这在牙齿矫正上很常用，而最常见的伪装策略就是拔牙矫正。为什么说伪装呢？因为矫正其实只考虑了牙齿排列最后整不整齐，这个部分是你看得懂的，而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因素，例如齿颚的大小、口腔空间或是颞颌关节，这个部分就是你看不懂的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类的口腔本来就有32颗牙齿？有大量的考古证据显示，人类数万年来32颗牙齿都能够长得出来，而且都能够长得很整齐。是一直到近200-300年内才出现牙齿乱跟智齿长不出来的问题。为什么你需要拔智齿？而又为什么牙齿矫正还需要拔掉更多的牙齿才能够做？这个问题我在之前的影片中有详细的解说。今天你只需要知道，拔牙矫正并不是解决牙齿乱的唯一方法就可以了。我们还是先回到拔牙矫正的后果。如果你的牙齿矫正方式选择错误了，比如说不该拔牙去做了拔牙矫正，可能就会出现所谓的矫正脸。矫正脸有以下几个特征：一、门牙角度过于内收；二、中脸塌陷，没有苹果肌；三、嘴唇变薄，没有丘比特弓；四、下巴后缩，下颚线不明显，甚至可能会出现双下巴。以上这几个特征其实都跟大众所认知的美是有差距的，而矫正脸的主要成因有两个：第一，拔牙矫正导致口腔的空间变小了；第二，颜面跟口腔肌肉无力。接下来我们会先深入讲解口腔空间缩小的问题，而颜面跟口腔肌无力，我们以后也会再做一系列的影片跟大家讲解。拔牙矫正常常是拔除2到4颗的小臼齿，然后将前牙整个往内收。这个时候，牙弓跟口腔的空间自然就会变小。但吊诡的是，牙医师当初跟你说矫正需要拔牙，就是因为牙弓跟口腔的空间太小，排不下这么多牙齿。但治疗的结果反而却是让你的牙弓跟口腔的空间又变得更小了。正常人都会觉得这样子的逻辑很怪吧？如果你家里的鱼缸不够大，里面的鱼太多，你是会换大一点的鱼缸，还是把鱼扔了？口腔空间变小，最直接受到影响的是舌头。如果舌头是你家的毛孩，那口腔就是外出笼。想象一下，舌头挤在很小很小的笼子里会怎么样？第一，它会造成咬合的不稳定。很多拔牙矫正后的患者，在完成牙齿矫正后的3到5年内，会惊讶地发现牙齿又开始歪了。他们可能以为是自己没有认真佩戴维持器的结果，但事实上，
矫正前原本牙齿就是处于比较力平衡的状态，毕竟你的牙齿花了这么多年就是稳定在那里，就算是乱乱的牙齿，我们也可以假设牙齿在这个位置是力平衡的。当拔牙后，你的口腔空间变小了，舌头又没有空间的时候，它就只能往前推挤牙齿，或是向后挤压呼吸道。这点我们待会就会马上提到。舌头是很强大的肌肉，如果它没有生存空间，长期下来，牙齿就可能会再度被它往外推，导致牙齿矫正的成果没有办法长期维持。所以相较之下，比较好的方式应该是透过牙弓扩张或是其他非拔牙的矫正方式，才能够更好地维持口腔的自然结构，减少复发的风险。第二，打呼跟睡眠呼吸中止症。当口腔空间变得太小，舌头就只能往后方挤压，而那边就是你的呼吸道。我遇过很多牙齿矫正后就开始打呼的案例，很多都是年轻的女生，甚至还有一些相当惊悚的案例，是因为错误的牙齿矫正策略而发展成为极严重的失眠与睡眠呼吸中止症，最后不得已必须接受正颌手术，甚至是全口重建。关于拔牙如何影响呼吸道的内容，我们之前的影片也有过详细的说明。第三，增加颞颌关节症候群的风险。如果你发生过嘴巴张不太开，感觉下巴卡卡的，或者常常觉得头痛、脸颊痛，甚至耳鸣，张嘴时发出咔咔的声音，以上都可能是颞颌关节症候群的症状。颞颌关节是负责控制下巴开合的关节，当牙齿被向后推，会让咬合的关系出现改变，下颚骨的位置也会受到影响。以上这些都可能导致颞颌关节受损，或者是关节盘的位移，长期下来就可能变成颞颌关节症候群。这部分我们日后会再制作其他的影片跟大家解说。以下有2个简单的测验，可以不用复杂的检查，马上就可以自己判断适不适合做拔牙的矫正。第一步，观察你的脸型，请拿起手机自拍正面笑的时候，以及右侧脸嘴巴闭着的时候。你也可以请别人帮你拍，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拍的话。接下来你可以透过你自己的照片来回答以下3个问题。第一，你笑的时候上颚露出几颗牙齿？如果少于10颗，那拔牙矫正就会严重影响你的美观。第二，你的嘴唇偏薄吗？如果是，拔牙后嘴唇可能会变得更薄，影响外观。第三，你的下巴比较后缩吗？如果是，拔牙会让下巴的线条变得更不明显，失去下颚线。第二步，测量口内上颚第一大臼齿间的距离。在牙齿矫正的评估中，上颚第一大臼齿的间距，也就是左右第一大臼齿之间的距离，是一个关键的指标。如果你的上颚第一大臼齿间的距离超过36公厘，通常就不太需要再扩弓，牙弓已经足够宽广排下所有的牙齿。第二，如果你的间距在31到36公厘之间，那么你需要根据临床的症状决定要不要扩弓，例如牙齿拥挤的程度、舌头空间有没有受限等。如果这个距离小于31公厘，那你就要高度怀疑你的牙弓太窄，可能会影响你的呼吸功能，你就应该要考虑扩弓，增进你的口腔以及你的呼吸道健康。要怎么测量呢？你可以使用 iPhone 的测距仪来量测口内上颚第一大臼齿间的距离，先要保持环境光源充足，以提高测距准备度。然后打开 iPhone 测距仪的 APP， 确保使用测距模式，将嘴巴张开并固定。你可以请家人朋友协助拍摄，确保视角是稳定的。对准第一大臼齿，也就是上颚左右两侧的6号牙，点击萤幕设定的第一个点。然后将测距点移动到对侧第一大臼齿，点击萤幕的标记终点，这时候系统就会显示测量的结果。最后，你可以截图保存测量的数据，也可以分享给我们这个数据，让我们知道你的口腔到底有没有特别的小。当牙弓太窄的时候，口腔后方的颚咽处的呼吸道通常也会比较容易阻塞，增加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风险。所以，为了确保牙齿排列的稳定性，同时维持正常的口腔功能跟呼吸道的健康，
这一类患者应该优先考虑扩宫而不是拔牙。如果你发现自己是属于拔牙矫正的高风险族群，记得在牙齿矫正前一定要咨询医师，问问看你有没有其他更适合你的矫正方式。而且在你做决定前，务必做好完整的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矫正方式，才不会花了钱、花了时间又很痛苦，最后引发更严重的健康问题哦。好，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对我们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是马永昌医师，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